是好人吗？温宁瑟缩在茅草屋的墙角，紧紧攥住胸前衣襟，身体控制不住的颤抖。不要，求求你，求求你放了我！软糯的声音带着本能的求生哀求，令眼前的男人呼吸更加粗重，扼住他粉紧的大掌不禁又紧了几分。杀过人，不知算不算好人？男人中了毒，只觉此毒阴险，唯有女人可解。他眼角通红，声音沙哑喘息着，似乎已经隐忍到了极致。温宁本想问清楚再决定要不要救他，失身于良人总好过委身于恶徒，可听他刚才所言，他顿觉后脊发凉。难不成今日我不但要失身，连小命亦难保？你若不愿，那我唯有借刀之力。男人似已无法忍受，说话间燥热的气息急促地喷洒在他耳畔。温宁惊恐，以为男人欲取自己性命，岂料男人竟是抽出脚踝处的短刀，直朝他自己下身而去。两人几乎贴着身，温宁觉察到他的动作，慌乱中紧紧握住他的手腕，继而小心翼翼地将刀取下。原本抵触至极的内心，此刻似乎也有些许松动。男人藏在黑暗里的唇角机不可见地勾了勾。他堂堂安远侯，实不愿强了一个女子，但也不想因此殒命，只能欲擒故纵了。若不然，单靠他这双纤纤玉手，岂能拦住他？温宁氏才为男子诊了脉，倘若此时自己不出手相救，即便他自宫，亦难逃毒发身亡的厄运。他心中暗自思忖，自己着实运气不佳，上山采药竟也会遭遇如此之事。偏偏他略通医术，又偏偏那人持刀相逼，他闭上眼，绝望中泪水滚落。求你别杀我！温宁别过脸去，声音还有些绷着，但话语中的含义已然不言而喻。男人一回，竟发现自己怀孕了，怀了那个男人的孩子。天亮前披着他的大氅匆匆离去，连那人的样子都没看清。事后他只觉得疲惫恍惚，待想起该喝篦子汤时，早已过了最佳时辰。温宁的第一反应是将这孩子打掉，可他昨晚才被卖到安远侯府做奴婢，因着下人房里没有空床，嬷嬷便让他在这柴房睡了一宿。现在的他怕是连碗堕胎药都弄不到，因为2日没吃东西，他只能弓着背痉挛般的吐出几口胆汁，连舌根都泛着辛苦。砰的一声，柴房的门被人一脚踹开，膳房的李嬷嬷手里扬着一根沾满炭灰的生火棍。小贱蹄子，还以为自己是什么富家小姐呢，都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辰了？难不成要睡到日上3竿再起来？你也不瞧瞧自己现在是什么身份？你是到侯府里来当使唤人的，不是来当主子的。温宁慌忙站起身来，只是自己已经2日未进食，眼前一阵阵发黑。他想要伸手扶着东西，却不小心碰到了身旁的柴堆，干柴哗啦啦散落一地。好啊，你还敢朝我使性子，可我不教训你这个小贱蹄子！手里的烧火棍携着风声便朝着温宁的后背抽去，1下、2下、3下。嬷嬷饶命，奴婢没有，奴婢不敢朝你使性子。李嬷嬷终于停下手，尖酸刻薄的眼上上下下将温宁打量了一番。柳家人将他送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他没看清这扫把星的模样，这会儿一瞧，虽有些憔悴，亦掩不住的绝色。身段纤细匀称，腰肢不盈一握，小脸娇俏，美若初绽的茉莉，光是看了就让人觉得香蕉玉嫩。哼，柳家怕不是把你卖错了地方，应当把你卖到窑子里才是。看你这浑身的狐媚样子，扫把星、小寡妇，既然进了侯府，便要认清自己的身份，在我手底下可得本分着点，别生了什么不该有的心思，给我惹麻烦。温宁疼的唇瓣都有些发白，还是硬撑着答道：妈妈放心，奴婢会听话的。仪福堂内，侯府老夫人此刻正跪在绣着百子千孙纹样的蒲团上，双手合十。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可怜可怜我谢家这一棵独苗，保佑无孙谢金兰能为侯府开枝散叶，若能赐我谢家灵儿老生愿减寿10年。安远侯府世代忠勇，铁马金戈，功勋累累，却偏偏人丁稀薄。传到这一代，府里的男丁竟只剩下一根独苗谢金兰。谢金兰21岁便战功赫赫，本该是意气风发的年纪，却意外身中奇毒，险些丧命。虽侥幸活了下来，大夫却断言恐终身难有子嗣。听了大夫的话，简直如遭雷击。他整日以泪洗面，四处求神拜佛。可谢老夫人哪里知道，她愁白了头发，谢家的血脉早已在温宁的腹中生根发芽。熬过一夜经脉灼烧的谢金兰才从痛苦中恢复过来。她撑着浴桶仰头闭目，喉结随着呼吸微微滚动。这次毒发已从皮肤渗入经脉，
青黑的毒纹如蛛网般在肌肤下蔓延。他原以为那日中的不过是江湖上下三滥的迷情散，当晚他要了那个女子便无大碍。谁知这毒如复古之居，潜伏半月后竟开始蚕食内力，如今连运功时经脉都似刀绞。记忆总在毒发时格外清晰，半山腰的茅草屋，那晚软香诱人的女子在他脑海里循环往复。明明他自己都在发抖，却还执拗地问他是不是好人。他当时抽出短刀也只是欲擒故纵，没想到他竟真的现了身。他那晚食髓知味，以至于太过放纵，一次次诓骗他体内的毒还没有解完，不顾他一遍遍的求饶，直到他昏了过去。这么一盘算，自己也确实算不上什么好人。有意思。谢金兰不由得低笑出声。门外，清风捧着熏过檀香的衣物。主子，要更衣吗？等屋内的人有了应允，他这才小心翼翼地推开门。那女子找到了吗？清风脚跟尚未站稳，便听到主子如洪钟般的问话。他不禁在心中暗暗嘀咕，主子何时对一个女子这般上心，简直快变成每日必问了。难不成救过自己命的人当真与众不同？心中虽是这般想着，面上却仍是一副正儿八经的模样，恭敬地回道：主子，您既不记得那女子的容貌，也不知其年纪，对她了解甚少，恐怕还需多费些时日。谢金兰略作思量，喉咙微微滚动。她对那女人的身子可是了如指掌，又怎能算知之甚少？她甚至还知晓那女人身上有一种独特的香味，恰似药香混着茉莉花香。她寻过数位调香师，却无人能调出那般味道。然而这些线索她断不可能让他人知晓。谢金兰收拢思绪，斜睨了清风一眼。那女子救我之前尚是清白之身，你们去查查那座山附近所有未出嫁的姑娘，尤其是药房和医馆。是，主子。若记忆不会苍老，何须轮回路走几遭。男人一回，瞬间便将温宁的话进行了深刻解读。红线止于小命呜呼，余下的疆域任他驰骋。像是得了冲锋陷阵的号角，薄唇迫不及待地附了上去，似沾了蜜汁的晶莹柔软，令他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惊雷震的窗棂簌簌颤抖，隐隐可见两个人影纠纠缠缠，难分难舍。大雨许久才堪堪止歇，带着湿润气息的穿堂风与旖旎的气息混作一团，将屋内的每一个角落都填满。温宁只觉这晚的茅草屋里似着了一夜的火，而他就像一只被点燃的小舟，无助地飘在狂风巨浪的江河里。他后知后觉，才意识到这个男人不是什么好人。他不顾自己苦苦哀求，每个最后一次都还会有下一次。温宁猛地睁开眼睛，呼吸急促，双颊通红。他又做梦了。这1个多月以来，那晚发生的事他几乎每晚都会梦到，有声有色，毫无差别的在梦里还原。每天早上醒来他都羞愤不已。更让他不知所措的是，他昨日替自己把脉，竟发现自己怀孕了，怀了那个男人的孩子。饿了2天的温宁本以为终于能够吃上饭了，岂料李嬷嬷竟将膳房里的人全都叫到了院子里，开始训话：主子体谅奴婢，咱们奴婢便得尽心尽力。再发现有灶上打盹偷奸耍滑的，仔细你们的皮。还有那个新来的。温宁听到李嬷嬷唤自己，对上他那一双刀子似的利眼，不由得心头一跳。他忙规规矩矩上前行了个礼，恭敬道：奴婢在，嬷嬷请吩咐。你到膳房先从烧火做起，别看这活儿简单，门道可多着呢，仔细着点儿。是。温宁正要退下，忽然又被李嬷嬷一把攥住手腕。好个不知规矩的贱婢，怪不得我在柴房看你脸蛋又白又嫩的，原是涂脂抹粉了。你可知在膳房当差，这脂粉若是掉到主子的膳食里，会是何等下场？还有，你做此打扮是生的什么心思？莫非是仗着自个儿生了一副好皮囊，刚到府里就妄图魅惑主子？哼，咱们侯爷其实你能休想的。嬷嬷，我没有。嬷嬷，我没有。温宁被这一连串突如其来的质问，冤枉的茫然失措。没有？那你身上的香味是从何而来？原来是因为身上的香味儿，可这香味儿自他出生便有，母亲说是天生的体香，并非自己有意为之。他慌忙跪地解释：嬷嬷明鉴，奴婢。不等他的话说完，李嬷嬷便从一旁洒扫丫鬟手中端起一盆冷水，朝他迎面泼去。还敢狡辩？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今日不给你个教训，你是记不住膳房的规矩。湿透的衣裳紧贴身躯，温宁不禁打了个寒颤。何事如此喧闹？一声冷喝让李嬷嬷顿时噤声，众人皆看向来人，齐齐下跪。参见侯爷。回侯爷，
这新来的贱婢在膳房当差，竟敢涂脂抹粉，老奴正在给他立规矩。温宁只觉一片阴影笼罩下来，袖中的手指微微收拢，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。这位安远侯谢金兰，坊间传闻着实令人心生畏惧。据说他12岁便随父出征，手中银枪所到之处必见血光。最骇人的是，他每战必取敌将首级，用缰绳系于马鞍之下，班师回朝时，马后总要拖着几颗面目狰狞的头颅。抬起头来。温宁缓缓抬头，见眼前的男人长身鹤立，双眉如孤山横带，眼眸漆黑若墨，鼻梁挺如刀削，薄唇紧抿成一条冷硬的线，却如传言不假，谢金兰生得一张俊脸，却自带3分肃杀之气。他本欲解释的话又生生咽了下去。谢金兰眼眸微动，一个婢女竟生得这般。只见温宁长发湿漉漉地贴在脸颊和颈间，发梢滴落的水珠顺着她尖巧的下巴滑落，眼睫簌簌颤着，水波莹润的眸子楚楚可怜。这般形态非但不显狼狈，反倒平添几分我见犹怜的风韵。谢金兰的眼睛何时在一个女人身上停留过？她脑海中竟浮现出茅草屋里的女子，顿时觉得自己大抵是疯了。荒谬，荒谬！他冷嗤一声，居高临下地睨着眼前这个浑身湿透的女子，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波动。奴婢知错了。还不快滚回去换衣服！谢金兰自己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火气，她只觉得这种让人牵着神经走的感觉令她很不爽。奴婢这就去。她2日未进食，有了身孕本就饿不得，又被冷水一激，现在只觉得眼前发黑，身子一晃，竟软软地倒了下去。倒下之前还下意识地将手掩在小腹前。谢金兰眸光一沉，正欲抬步上前，却被嬷嬷横身拦住。侯爷，您可别被这贱婢给骗了，这种人老奴见多了，他肯定是装的，这是要博您的怜惜，您可千万不要上了他的当，老奴这就让人将他抬回房里去。温宁在睁开眼时已经躺在了下人房的床上。姐姐你醒了，我刚刚给你换好了衣服。小姑娘约莫12、13岁，发髻扎得歪歪扭扭，两颊沾着炉灰，手里还捧着碗姜汤。姐姐快喝吧，喝了这碗姜汤再吃些东西，桌上那碗吃的是我偷偷给你留的。谢谢。只这一动身，便觉得那淤在皮肉深处的疼痛犹如一条毒蛇，顺着脊背蜿蜒而上，随着呼吸不住的收缩，激得他猛地绷紧肩胛。那李嬷嬷下手甚是狠辣。姐姐，日后切不可再用那胭脂水粉了，李嬷嬷可不是好相遇的。我前日给侯爷煎药迟了半个时辰，便挨了3板子。今日若不是侯爷恰巧路过，恐怕姐姐你也难逃责罚。好，我知晓了。侯爷究竟患了何病？须得每日服药。我也不明就里，只知是怪病，瞧不出病症。约莫是不能生育之症，老夫人整日烧香拜佛，祈求上苍赐给谢家一子嗣。春杏终究年幼，东听一句西听一句，自觉分析得甚是有理。先前的唐丽姐姐去了老夫人跟前侍奉，其余姐姐皆嫌我夜间放屁磨牙打呼噜，不愿与我同住一房，日后便只能叨扰姐姐了。温宁微微一笑，无妨，你日后唤我温宁即可。不知你叫什么名字？温宁姐，我叫春杏。温宁喝了姜汤，也实在是饿坏了，遂端起桌上的那碗饭菜便吃了起来。他趁着春杏不注意，右手伸出3指，轻轻搭在左手那截皓白的手腕上，脉象流利圆滑，如珠走盘，那个小小的生命竟还在他体内顽强地存在着。春杏，咱们这里有樟脑丸吗？温宁深知堕胎药并非当务之急，但此刻最迫在眉睫的当属自己体香的问题，他必须设法掩盖，否则明日定然难逃李嬷嬷的板子。温宁姐，你是怕蚊虫吧？这樟脑丸哪是咱们这种下人能用的，只有主子身边的1等婢女才能得到那种赏赐。不过咱们下人房前种了一排薄荷和艾草，驱蚊虫的效果也挺好。温宁推开杉木门，果然见墙根处有薄荷和艾草，怕是平日里无人打理，长得稀稀松松的，都快被杂草遮住了。他挑着老叶摘了一捧，回到房里，向春杏讨了块旧布头，用针线缝成个小布袋，将艾叶和薄荷装了进去，拿起香包轻轻一嗅，应该能遮住身上的香味儿。他谎称自己特别招蚊虫，所以才习惯带着这种香包。
春杏听了也未起疑，还主动帮着他系到了衣襟最里层。这日，怡福堂内，老夫人与谢婉用完晚膳，正在商量着给谢金兰安排通房丫鬟的事。都怪我，以往他在外行军打仗，总说不着急娶妻纳妾，我便依了他。府里有胆大的丫鬟，趁着送茶的机会往他怀里靠，结果被他杖责2时赶出了府。我觉得他性子冷，也不稀有通房丫鬟，便也没再提。谁成想这次回京不到2个月就中了毒，不知道是哪个天杀的，要断了我们侯府的香火。老夫人越说越激动，恨不得现在就揪出那个下毒之人，将他千刀万剐。谢婉起身，一边帮祖母顺气，一边劝慰道：祖母莫要自责，保重自个儿的身子要紧。青兰正是气血方刚的年纪，只要屋子里有了女人，她尝到了甜头，定会生了娶妻纳妾的心思。就算她日后不能有自己的孩子，身边有几个提起人也是好的。唐离是膳房李嬷嬷的女儿，也是咱们侯府的家生子，由她去做通房丫鬟再合适不过了。这2日教习嬷嬷已将唐离调教好，就等着送去听松院了。待会儿我去和金兰嘱咐嘱咐，您就不要忧心了。谢老夫人听了点点头，然内心仍愤愤不平。见过姑奶奶。谢婉驻足，目光在她身上一扫，是给侯爷的药。回姑奶奶的话，是。谢婉沉吟片刻，忽然从袖中拿出一本小册子，将它放在了药碗旁的托盘上。你将这个也送去，就说是老夫人的意思，侯爷看到就明白了。他这个弟弟自小就把将门之家的责任扛在肩上，12岁便跟随父亲上战杀敌。小时候明明还会拽着他的袖子要糖吃，可这些年总有疏离。奴婢这就给侯爷送去。今日怎么换人了？春杏烫伤了手臂，这几日怕是不能干活了，所以上灶娘子命奴婢来给侯爷送药。清风颔首，这才抬手轻轻叩门。主子，药来了。进来。温宁推门而入，书案前谢金兰正倚在乌木圈椅中看书，烛光映照下，眉若刀裁，星目狭长，更添几分冷峻。温宁心头微颤，连忙低头，将药碗轻轻放在案几边，恭敬道：药刚熬好，侯爷趁热服用为宜。又将那本蓝绸封皮的小册子摆放在一旁，依照大小姐的嘱咐解释道：这册子是大小姐命奴婢送来的，说是老夫人的意思，侯爷看了便明白了。谢金兰抬眸朝书案淡淡一扫，放下手里的书卷，拿起小册子，书里的内容便呈现在眼前。她墨眉顿时蹙了蹙，目光如深潭般幽暗难测。祖母确实和她说过通房丫鬟的事，她从前大都不甚在意，没想到今日竟心细到了这一步。她将目光转向眼前的婢女，正欲挥手让她退下，却见是那日膳房前被李嬷嬷训斥的女子。谢金兰好似来了些兴致。叫什么名字？回侯爷，奴婢名唤温宁。温宁，是个好名字。今日可是又涂脂抹粉了？奴婢没有，奴婢不敢。不敢？你可知欺骗本侯会有什么下场？见地上跪着的身子明显颤了颤，却还是忍不住想要逗弄他。侯爷若是不信，大可验证。哦，验证。谢金兰看着眼前那张令人屏息的脸，又有点气鼓鼓的模样，着实有趣。她倒要看看是否真如她说的这般无辜。好。温宁还未来得及反应，忽觉腰间一紧，天旋地转间，整个人被凌空提起，然后撞进一方坚硬的胸膛。他短促的惊叫出声，惊得浑身发抖，下意识要去掰开腰间那只手。谢金兰手臂一紧，将他整个人与自己严丝合缝的贴在了一起。不是要验证吗？那便老实一点，否则惹出什么乱子来，可不是我能控制的。谢金兰垂手，用指尖在药碗里沾了点汤药，抬手擦过他的眉梢。温宁顿觉一阵微热的触感，被谢金兰这个动作吓得不敢动弹，只能下意识闭上眼睛，纤长的睫毛轻轻颤动着。谢金兰微微眯起眼，又将视线落在他的单唇上，骨节分明的手指滑至唇边，用指腹摩挲着他柔软饱满的唇瓣，指腹残留的苦涩汤药偷偷顺着唇角没入痰口。温宁微微蹙眉，唇缝间泄出一点银白的贝齿，又飞快地隐没在朱唇之间。谢金兰眸色一暗，只觉浑身燥热，
只想要附上那诱人的唇瓣，捕捉那与他捉迷藏的调皮贝齿。温宁感觉到危险寸寸逼近，断断续续求饶：奴婢嫁过人，是个寡妇，万万不能。低脸的凤目惹上了寒潭，像是找回了一丝理智。温宁几乎是软着身子滑跪在地：奴婢嫁过人，丈夫死后被夫家长辈卖到侯府做下人，奴婢只是一副贱躯，不敢玷污侯爷清誉，更不值得侯爷怜惜。屋内静得可怕，半晌，谢金兰喉间溢出一声冷笑：竟是这样。七眸隐隐漫上怒意，心头竟像被人挖空了大半。如此这般，他大可把眼前的女人逐出侯府，可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。堂堂安远侯，想要什么样的女人得不到，偏偏想要亲近眼前这个嫁过人的寡妇，可笑。他拿起桌上的小册子，指节捏得发白，仿佛为自己无处发泄的心火找到了借口。既是你送来的，你点的火便要你来灭。他猛地将手中册子掷到了温宁面前，温宁心里满是惶然，他何时点火了？刚才明明是他先。他不明所以地捧起摊在地上的小册子，待看清里面的内容时，脸颊瞬间烧得通红，连耳尖都染上了艳丽的绯色。这哪里是什么寻常读物，全是些红帐软榻，画旁还缀着小楷批注，字迹清秀却言之露骨。他觉得定是哪一步错了，这肯定是个误会。不等他解释，谢金兰便将他掐腰抱起，直接抵在了书案上。一声惊呼再次从口中溢出：孝敬嬷嬷没教过你，该怎么做？小册子，孝心嬷嬷。温宁仿佛明白过来了，她是阴差阳错的被谢金兰当成了通房丫鬟，可她不单嫁过人，是个寡妇，肚子里还怀着别的男人的孩子，她眼下怎么能再和侯爷做出那等事？温宁无助的抬眸看着谢金兰，声音轻颤：侯爷，您误会了，奴婢不是老夫人为您选的通房丫鬟，奴婢只是来给侯爷送汤药的。奴婢在回廊遇到了姑奶奶，姑奶奶命奴婢把小册子呈给侯爷，并无其他交代。侯爷的通房肯定另有其人，求侯爷放了奴婢。温宁刚才的这一番解释，不但没有令谢金兰体内的燥热减退半分，反而有些煽风点火。他喉头滚了滚，端起书案上的那碗汤药，仰头一饮而尽。随后他一只手托住温宁的腰肢，另一只手紧紧扼住她纤细的后颈，侵略性的踢上了她的唇。唇齿相依，温宁只能被迫的仰起头，苦涩的草药气息瞬间灌入口鼻，一双柔蹄无助地拍打着身前男人宽实的胸膛。谢金兰暗哑的嗓音在滚烫的齿隙间溢出：本侯何时说过你是通房丫鬟？何况是与不是都是本侯说了算。你此刻不过是能为本侯润口的冰盏。只有谢金兰自己知道，眼前的女人哪里是冰盏，分明是欲火，是蜜饯，是能蛊惑人心的妖精，令她像在茅草屋时一样不受控制。她引以为傲的自制力再一次因为一个女人溃堤，克制已久的情绪翻涌而上，愈发想要用力地惩罚她。但温宁被迫帮她将苦涩的汤药全部驱散，谢金兰的口中全是她的甜香气息，她才依依不舍地饶过了怀中的人。深邃的眼眸凝视着在她胸前娇柔无力、呼吸急促的娇小身躯，她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太过蛮横。出了茅草屋那晚，这是谢金兰第二次在一个女人身上如此失控，只是一个吻便让她没了理智。她甚至怀疑自己此刻是不是毒发了。教习嬷嬷奉老夫人的命，将唐丽姑娘送来了。温宁忽闻门外声响，更觉羞赧，本能地往谢金兰怀里缩了缩，可须臾间便回过神来。他挣脱开谢金兰的怀抱，向着门外奔去，临走前还不忘抱起一旁的托盘。门外三人看着冲出来的温宁，三人不免神色各异。清风此刻懊悔不已，鼻梁上都皱出了纹路。他自觉地抬手朝脸上拍了个巴掌，坏了自家主子的好事，怕是要挨板子了。一旁的唐离指甲深深地嵌入掌心，脸上则满是妒色。他听母亲说过，这个叫温宁的小贱人是柳家的寡妇，侯爷怎么可能看上这种女人？屋内，谢金兰本想直接让教习嬷嬷将唐离带走，但想到毕竟是祖母安排的，若是连门都不让进，怕是明日祖母饶不得他。待到温宁于他胸膛残留的温度缓缓消散，谢金兰这才让清风将唐离放了进来。唐离娇滴滴的到谢金兰身前行了个礼，手指便打着旋的扯着腰间的丝带。谢金兰头也没抬，稍稍偏头示意他一旁的砚台，命令道：
研墨。唐离赶紧凑上去，一边研墨，一边直勾勾地盯着谢金兰，心想侯爷或许是碍于情面，不便直接切入主题，总得有些铺垫。1刻钟过去，唐离研墨的手都发酸了，侯爷却依旧在那看书，丝毫没有下一步行动的迹象。然而他又怎能错失这难得的良机？指尖勾住肩头的轻纱，似有若无地往下带，直到露出整个肩头，然后便要往谢金兰的怀里凑。谢金兰觉得时辰差不多了，遂指着书案上的空药碗，冷冷道：拿走，出去。唐离闻言一怔，侯爷，莫非是想吃板子了？谢金兰言罢，面色冷峻，令人心颤。唐离这才取过药碗，以袖掩面，嘤嘤啜泣着奔出了听松院。门外的清风错愕，这怎么又弄哭了一个？爷的身子可还行？唐离出了听松院，就把那药碗狠狠砸在了假山上。他恨死温宁了，他觉得定是那个贱人勾的侯爷今日没了兴致。唐离之父昔日为老侯爷的马夫，那年意外发生，为救老侯爷丧了命。他与母亲哥哥在这府中的地位非常人可比，老夫人选他亦念及此份恩情，可他根本瞧不上通房这个位置，而是想做侯爷的妻，哪怕是侯爷的妾。没想到上位的第一步计划就被温宁给搅和了，他一定要让母亲好好收拾收拾这个贱蹄子。温宁姐，你怎么把托盘带回来了？就为了拖着那本小册子？温宁低头一看，这才惊觉，慌乱之中竟将谢金兰的小册子也带了回来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不知没了这册子，会不会影响他与唐离姑娘做那事？他对春杏撒谎道：这是线下实行的画本，我也只是在闲暇时才会偷看2眼。春杏，你务必替我保密，若是让李嬷嬷知晓，我便死定了。温宁姐，原来你识字呀，真好，那你以后可以教我认字不？自然可以。温宁暂时将小册子压在了侵入下，洗漱完毕就开始为春杏涂抹烫伤药。忙完这些，正要歇下，房门却被人猛地踹开。哼，好个狐妹子，勾人都勾到侯爷那里去了。明知道唐离姑娘那是老夫人给侯爷亲眷的通房，自己还抢着先往侯爷怀里送。是啊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惦记侯爷通房的位置？一个寡妇，整日里装什么清纯模样，不被侯爷赶出来才怪。是啊，侯爷哪会看上你这种下贱胚子？此话从何说起？我从未勾引过侯爷，更不会和唐离姑娘抢通房的位置。小贱皮子，还敢顶嘴！我们倒要瞧瞧，是什么样的皮肉，让你这样不知廉耻的去勾引侯爷？婆子们甩着手腕，上手就去扯温宁的衣领，单薄的寝衣被粗鲁的拉开大半，明知白皙的肌肤晃得几个婆子心生嫉妒，他们活像个八爪鱼，将手伸进去又掐又拧。春杏见状，不顾手臂上的伤，爬跪在李嬷嬷面前，哭着央求道：嬷嬷息怒，温宁姐初来乍到，许多规矩还不懂，求嬷嬷给她一次机会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还要替她求情？春杏只觉耳畔嗡的一声，接着鲜血从嘴角渗出，婆子们粗糙的手指对温宁雪白的肌肤上下其手，温宁疼得眼前发黑，只能蜷缩着。我没有。拉扯之间，温宁床榻上的东西也被掀翻在地，压在侵入下的小册子就这样好巧不巧地落在了李嬷嬷跟前。温宁惊惧，心已沉到了谷底，她想伸手去抓册子，却被几个婆子按在青砖地上，动弹不得。李嬷嬷一把拿起册子，突然瞪大了眼睛：老天爷，这是……都瞧瞧，这个思春的浪蹄子，背地里竟然敢藏这种阿杂物！温宁张了张口，终是没有替自己辩解。他本可将这册子的来源如实相告，可若真如此，那他将把大小姐置于何地？堂堂端庄侯府嫡女，私下传递这等私密之物，哪怕是出于姐弟之情，是为侯爷张罗通房，这般行径也实在有违规训。看吧，我老婆子的眼睛错不了。她进府那天我就看着她不是个本分的，果真是个浪蹄子。亏我那冰清玉洁的唐离刚才替她说好话，简直不知羞。温宁被拉出去打了10个板子，又关进了柴房。他面色发白地蜷缩在柴房的地面上，身体的每一寸都叫嚣着疼痛，像有无数根细针在皮下走动。温宁觉得这一番折腾，肚子里的孩子定是要离开他了。省下堕胎药了也好，他本就不该来，他连自己都护不住，还怎么去保护一个孩子？梦里一个软软糯糯的孩子追着他叫娘亲。娘亲，抱抱。
娘亲，抱抱。他忍不住将孩子轻轻揽入怀中，怀里的小人伸出胖嘟嘟的小手替他擦掉眼泪。那个孩子被他抱过还不满足，又追着一个身形高大的男人叫爹爹。爹爹也抱，爹爹也抱。男人抱起孩子举高高，然后转过身，伸出宽厚的手掌附上温宁的指尖，指节分明的手指穿过他的指缝，十指相扣时，温热瞬间驱散了寒意。温宁觉得好幸福，好温暖，这是他许久未曾有过的安全感。他闻到男人身上淡淡的檀香味儿，不禁抬眸去看，视线渐渐清晰，那男人竟是侯爷。侯爷，侯爷！温宁自梦中惊醒，后背瞬间沁出冷汗。为何他会梦到侯爷？还没等他缓过神来，却被一个男人猥琐的声音吓得浑身僵住。侯爷哪里有我好啊？我可是惯会疼惜你这样的女人。你是谁？再不出去，我可要喊人了！你喊啊，喊破喉咙也没人会来救你。就算有人来了，他们也不敢把我怎么样。我爹当年可是救过老侯爷一命，侯府哪个主子不得给我3分薄面？跟着我也保你以后吃香的喝辣的。温宁曾听春信提及此人，他约莫便是李嬷嬷的儿子，唐离的哥哥唐柱了。唐柱在膳房做采买管事，仗着自己父亲救过老侯爷一命，在府里横行无忌。小美人，你进府第1日也便看上你了，也可从未见过你这样漂亮的。这些日子你可是让爷惦记的要死，每晚的梦里都是你。你家儿只要乖乖听话，不但能少吃苦头，也还能让你欲罢不能。救命！救命！温宁大声呼救，顾不得浑身剧痛，拼死挣扎，手脚并用的朝着唐柱胡抓乱踢。奈何男人的力气太大，一手按着他，一手蛮力的去撕扯他的衣裳。我的身子是侯爷的，你敢！情急之下，温宁只能搬出侯爷，希望能唬住唐柱也好。哼，侯爷的，你个寡妇，他谢金兰怕是连你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。就算他这会儿来了，也得把你赏给我，今儿也可要定你了。救命！救命！温宁只能继续大声呼救，却被唐柱捂住了口鼻。他找准机会，拼命弓起身子，用尽全身力气朝着唐柱的手上就是一口。唐柱发出一声惨叫，猛地抽回手，只见虎口处2排渗血的牙印，深得几乎见骨。贱人，找死！我倒要看看，等会儿你还能不能这么练。他猛地拽着温宁的头发往坚硬的青砖地上撞去，温宁只觉后脑勺一阵剧痛，眼前阵阵发黑，逐渐昏了过去。意识消散之前，他能感觉到唐柱油腻的大手撕开他前襟，顺着他的锁骨往下滑，恶心的触感让他胃里一阵翻腾。他好害怕，不明白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，要遭受这些欺辱。温宁恍恍惚惚间，觉得梦里的男人又出现了。他将自己横抱而起，坚实胸膛可任他倚靠。即使在梦里，他何惧之有？就让自己放纵一下又何妨？哪怕梦里的男人是侯爷。他将头埋进男人的怀里，迷迷糊糊撒着娇。好疼，好累，为何都欺负我？你再抱紧一点好不好？再抱紧一点好不好？温宁不管不顾地提着要求，便真的感觉抱住他臂膀的力道又紧了几分。温宁睫毛轻颤，在淡淡檀香的气息中缓缓睁眼。这是……只见虎口处2排渗血的牙印，深得几乎见骨。贱人，找死！我倒要看看，等会儿你还能不能这么练。他猛地拽着温宁的头发往坚硬的青砖地上撞去，温宁只觉后脑勺一阵剧痛，眼前阵阵发黑，逐渐昏了过去。意识消散之前，他能感觉到唐柱油腻的大手撕开他前襟，顺着他的锁骨往下滑，恶心的触感让他胃里一阵翻腾。他好害怕，不明白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，要遭受这些欺辱。温宁恍恍惚惚间，觉得梦里的男人又出现了。他将自己横抱而起，坚实胸膛可任他倚靠。即使在梦里，他何惧之有？就让自己放纵一下又何妨？哪怕梦里的男人是侯爷。他将头埋进男人的怀里，迷迷糊糊撒着娇。好疼，好累，为何都欺负我？你再抱紧一点好不好？再抱紧一点好不好？温宁不管不顾地提着要求，便真的感觉抱住他臂膀的力道又紧了几分。温宁睫毛轻颤，在淡淡檀香的气息中缓缓睁眼。这是侯爷的
的书房。他竟然躺在侯爷书房的软榻上，他不是在柴房被扛住？难道是侯爷救了我？那他梦到打横抱起自己的男人岂不是侯爷？可他在侯爷怀里时都胡言乱语地说了些什么？温宁惊得撑起身子，身前的薄衾顺势滑落，骤然袭来的凉意让他彻底清醒。姑娘莫怕，民女是侯爷从府外请来给姑娘治伤的，之前是军中侍医，适才为姑娘涂抹药膏，不得已才褪去了衣衫。这些药膏都是些止痛化瘀的良药，不出3日，姑娘便可痊愈。温宁闻言，绷紧的肩线也稍稍松懈下来，自觉身上却已好转。谢谢大夫，你替我把脉了。女医点点头。那侯爷指令我医治姑娘身上的伤，我便只看伤，姑娘身上旁的症状不在我诊治范围内。或因同为女子，女医并未戳穿温宁有孕的事，说完便提着药匣离开了侯府。她伸出右手摸在腕间，腹中的孩子还在，她竟不知是悲还是喜。算算这孩子已经2个多月了，如果还不喝下堕胎药，怕是过不了多久就要瞒不住了。温宁不敢在侯爷的书房耽搁，她慌忙四顾，却发现自己原先的衣裳不知所踪，唯有一袭簇新的衣裙叠在枕畔，材质精致但低调，甚至连小衣都背着。温宁耳尖倏地烧了起来，她看着这叠新衣，如芒在背，又别无他法。温宁咬了咬唇，然后将衣裳一件件地穿在了身上。在院门外守着的清风瞧见温宁出了房门，立刻恭敬上前。姑娘，你醒了？温宁点点头，屈身行了个礼，低头问道：侯爷他……清风瞧出来了，主子对温宁姑娘可不一般，他这话必须回得稳妥些，要做主子的好奴才。侯爷去了宫里，估摸再有1个时辰便能回来。侯爷今早见来送药的是那春杏丫鬟，询问后方知姑娘遭逢难事，故而亲自从柴房救下姑娘。侯爷安置好姑娘后，便匆匆赶往宫里，早膳都没来得及用，故而亲自从柴房救下姑娘。侯爷安置好姑娘后，便匆匆赶往宫里，早膳都没来得及用。侯爷他还未食早膳。清风用力颔首，觉得所言尚不足以表达他的意思，又道：不过我家主子自从一次中毒后，味觉较往昔略有迟钝，即便是珍馐玉馔，也难引其食欲，甚是烦闷，所以这顿早膳不食也罢。中毒？缘何？清风故弄玄虚。算是意外吧，不过甚是凶险，所幸我家主子奇人天相，这才捡回一条命。大夫说最好平日里要有专人对侯爷精细喂养，如此食欲方能恢复得快些。这话虽说的半真半假，可侯爷中毒后总是没什么食欲却是事实。膳房送来的吃食他大多浅尝辄止，便命人撤下了。温宁心想，无论昨日侯爷对他做了什么，今日从堂主手里将他救下是真的，此等恩情他难以报答，那他便为侯爷做顿吃食也好。谢金兰一身玄色织金深衣，端坐在箱内，修长的手指探入怀中，缓缓扯出一件藕荷色的小衣。若是他今早晚去一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将温宁抱回听松院，一路上听他昏热中的呓语，一会英宁说疼，一会让他抱紧一点再紧一点，轻颤湿透的结语随着他喘息微微颤动，胸前的淤痕衬着散乱的青丝，宛若白瓷染了松烟墨，令他心颤又心疼。细棉布料在谢金兰指尖发出不堪重负的细微声响，料子不算顶好，但浆洗得极软。谢金兰能想象到它贴在她肌肤上的样子，小衣在她的大掌间显得格外斑驳，细软的棉布早已染上她的体温。谢金兰不厌其烦地把玩着系带，许久，她将小衣凑近鼻尖，指尖机不可察的一颤。并非同种香气，虽也有浅淡茉莉与药香，但与茅草屋中女子的体香仍有些许差异。她自觉怕是已走火入魔，怎会将二者误认作一人？难不成？指腹摩挲着小衣上的纹路，谢金兰眸色渐深。难不成自己还要找第3个女人来验证？难不成自己还要找第3个女人来验证？验证什么？验证是不是所有的女人被拥入怀中的感觉都相同？验证是不是所有女子都能让他这般失态？不，绝不是这样的。御赐的美人也好，世家闺女也罢，还有不顾死活投怀送抱的丫鬟，脂粉香气还未近身，自己便本能地生出3分厌恶。握着小衣的指节抵在眉心，他谢金兰活了20多年，刀山火海里趟过来的铁石心肠，怎会被2个女子的气息搅得方寸大乱？主子，温姑娘执意要走，奴才未能拦下，请主子责罚。也罢，这2日她受了不少惊吓，且随她去吧，左右也逃不出侯府去。清风愕然，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他的主子，他的爷，
何时说过这般怜香惜玉的话？堂主已经被您踹断了2根肋骨，是不是要放过他？提起堂主，谢金兰眼皮未抬，眸底却淬了冰。命管家彻查膳房账目，务必详尽，然后依府规行事。是。堂主这些年在侯府的行为，谢金兰并非全然不知，只是老夫人念及旧情，屡次纵容。谢金兰碍于祖母情面，便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可这次，谢金兰决意不再姑息。今日午膳怎么送来的这般早？膳房来了个新厨娘，想让主子尝尝是否合口味。这些饭菜其实是温宁在听松院的小灶房做出来的。谢金兰眉骨一跳，好似挺合胃口，她不禁又尝了另外几道菜，味道不似以往膳房做的浓油赤酱，倒是透着一股清新的气息，又不乏食材本身的特点。谢金兰一时有些怀疑，之前不是自己的身体坏了，是太久没吃人做的东西。主子怎么样？可留。主子要留在膳房，还是留在听松院？清风一脸坏笑。就在谢金兰刚要开口教训他的时候，他忙脱口道：这膳食是温姑娘做的。温姑娘做的？温宁做的？谢金兰没想到温宁的手艺竟这般好，可他略一思索，又冷着脸道：他身上尚且有伤，你怎能让他下厨？这是温姑娘自己的意愿，说是要感谢侯爷今早的救命之恩。清风这话说的脸不红心不跳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，在这意愿之前是他各种拐弯抹角的暗示。哼，一顿饭就想打发本侯，休想！我想要的可不止这些。谢金兰刚用完午膳，老夫人身边的周嬷嬷便来请侯爷，说是有事要商议。谢金兰不用想也知道，定是那李嬷嬷又去祖母面前哭哭啼啼了。果然，人还没进到怡福堂，就听李嬷嬷颤着嗓音哭诉：老奴这命比黄连还要苦啊！他爹走的那年，大的3岁，小的还在襁褓中。这些年，老奴真是拿眼泪熬过来的。谁成想，我好不容易养大了一儿一女，竟同时栽到了一个小贱蹄子身上。老夫人，你也看到了，从他床上搜出来的册子里都是画了些什么东西，简直太不要脸了。坐在一旁的谢婉听得气不打一处来，他为了自己的弟弟好，递个册子去本也没什么，被李嬷嬷这么一说，就像让人指着鼻子骂了一般。然而他实难宣之于口，反倒是眼前这个名为温宁的婢女，宁可将此事一力承担，也绝口不提这册子的来历。如此行径，倒是让谢婉对他生出了几分好感。老夫人是个心软的，哪能禁得住李嬷嬷这般哭诉，立刻安慰道：堂主已断了2根肋骨，就当做惩处了。只是他若真看上哪个丫头，也不该用强的，以后须得先来找我，我才好为他做主。他这样不管不顾的，侯爷路过那里，定是容不得他放肆。至于唐离，我既已应了他做侯爷的通房，在侯爷纳了他之前，自然不会再将这位置许给旁人，你大可放心。谢金兰走进屋内，李嬷嬷吓得立刻噤了声，同下人们一起向侯爷行礼。谢金兰这才发现，李嬷嬷竟把温宁也带到了这里。她沉默不语，低头跪地，露出一截雪白的后颈。明明才几个时辰未见，谢金兰却觉得仿佛过去了好些时日。老夫人赶紧命人给谢金兰上茶，总归是自己的亲孙子。老夫人一见到谢金兰，嘴角便不自觉往上提：近来吃的可好？你这些日子没有食欲，我这个当祖母的还是听了下人的话才知晓，你这孩子诚心让我心疼不是？祖母莫听下人乱嚼舌根，孙儿这2日胃口很好，还要多谢李嬷嬷给本侯选的好厨娘。厨娘？李嬷嬷被谢金兰说得一头雾水。就是这个叫温宁的，做的一手好菜，本侯都想单独给自己开个小灶了。温宁闻言，抬眸望向谢金兰，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